所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新郎官到台上来送上花友。大家要不要再走一次？我们放那个星际大战，不要停了。我感觉我是最爱哭的新郎，所以我带来这个障碍，希望我可以不用到它。First of all, I need to apologize to all the non-Chinese speakers here. Unfortunately, my speak is also 100% in Chinese. But you guys probably are already get used to it. Anyway, hopefully the other guys can translate for you guys. 好的，下面我开始我的演讲。大家好，我是 Lucas， 我今天是新郎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光临我们的这个婚礼。我们婚礼现场比较遥远一些，而且我知道这里很多人第二天都要上班，所以你们大家能来呢，我们都是非常的感恩的。不过呢，感谢的话，我今天不会讲太多的，因为等一下Sylvia专门准备了一个演讲来感谢大家。我今天的任务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Sylvia的爱情故事。我和欢欢其实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，就像Leo说的。我们认识之前，欢欢肯定他想象不到和他结婚的是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。他跟我说过，他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滑板的臭男生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天天就踩滑板上课，然后关键是我当时还觉得我踩滑板，女生肯定会觉得很帅。我觉得我们虽然大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不认识了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曾经在大学里面踩滑板从欢欢面前经过的话，那不难想象欢欢的表情肯定是这个样子。这其实是最新一部《Avengers》里面的一个转瞬即逝的镜头。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实在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因为这个表情我看过太多次了。我知道我作为一个非常不善于打扮的程序员，给欢欢的第一印象也不是很好。他跟我说，他一直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我露在外面洗到发黑的内裤边缘。然而爱情就是这么奇妙，如此不一样的两个人却能如此的契合。我们从第一天认识到确定关系在一起，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。而且那时欢欢正好在准备要去毕业，然后要去英国读研究生，也就是说我们从刚刚在一起就要面对2年的远距离。在那个时间点上，我还是那么坚决的要追求她。可能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有些冲动的，甚至有些疯狂的行为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它是一个非常靠谱的，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。因为从我们见面短短几天，我就发现她是那么的美丽、单纯、善良。我知道她就是那个，只要她愿意，我就能与她度过一生的女子。2年的远距离的时间过得很快。欢欢毕业以后，我们在温哥华团聚。欢欢把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，不过我们很快就又面临了新的挑战，因为温哥华几乎没有精算的职位，而欢欢为了我选择留在温哥华。精算的工作一找就是2年，2年时间里，欢欢做过咖啡，卖过保险。一次又一次的准备面试，一次又一次的等待，然后又一次一次的失败。
我知道作为学霸，从小在考场上没有失败过的他，其实我是很难想象，也无法理解他当时的压力的。但是作为她的男朋友，我除了鼓励他，我也不知道还能为他做些什么。当时我也不喜欢我的工作，我一直在计划着要辞职去滑雪。欢欢一直在抱怨我给了滑雪太多的时间，没有在他人生最困难的那段时间给他足够多的陪伴。后来我真的辞职了，辞职以后滑雪的时间变多了，陪伴欢欢的时间也变多了。我辞职滑雪的那4个月是我人生最快乐的4个月。在后来幸运的是，我们都找到了各自喜欢的工作，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。于是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结婚的日子。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结婚焦虑症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这次婚礼除了等一下要跳舞我超级焦虑以外，对于结婚本身我从来没有焦虑过。和欢欢在一起时间越久，我的感觉就越强烈。我们在一起那是命中注定的。那一天，我们的证婚人发了一个 email， 他准备我们的证婚词，然后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们当时在吃饭，然后欢欢读完那个问题以后，那个问题是未来10年你希望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然后我记得很清楚，欢欢读完那个问题以后，很不经意的说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我觉得那是最好的答案。不过，欢欢当时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很感动。不过，我也相信我们的未来肯定会更好的。10年之后，我应该早就学会了后空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开玩笑的说，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。我们的事业都走上了正轨，都有稳定而且喜欢的工作。我们获得了双方父母的祝福。并且他们也给我们很坚实的物质基础。我们住在这个美丽的城市，认识这么多要好的朋友，未来一定充满挑战，但我对他信心满满。最后呢，我花一些时间感谢一下这场婚礼的赞助商，就是我的爸爸妈妈。10年前我高中毕业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讨厌应试教育，我讨厌共产党，我要去加拿大。于是就这样，我获得你们的首轮天使融资。你可以来加拿大读书，你们是真正的天使投资人，因为你们对我的投资风险很大，却从来不看回报。今天机会难得，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我要做2件事。首先我要对你们说声对不起，很抱歉，从小你们花了很多心思去栽培我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成长成为你们期待的那个样子。从小你们给我请很贵的钢琴老师，而我现在还是五音不全。高中的时候沉迷游戏，常常把你们气到跺脚。来到加拿大后，和你们微信也常常心不在焉。现在你们一直教导我要好好写代码，而我每天在想的是怎么才能后空翻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很惭愧，这3个字一直在我心里28年，我却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过。今天我一定要大声说出来，我爱你们。也要感谢欢欢的父母，感谢你们生养出欢欢这样美丽的女孩。
感谢你们接纳我，放心把方案交给我。然后我想说，今天你们不是失去一个女儿，而是多了一个儿子。我会努力好好经营和他的这一段感情，在未来我们人生的每个10年里，希望在他回答对未来10年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时，方帆的回答能一直是就像现在这样。这个